我以为父母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，他们为我装饰了公主房，里面堆满了数不清的芭比娃娃。他们甚至不惜花钱重新装修浴室，就为了给我装一个大浴缸，只因为我喜欢泡澡。他们总是告诉我弟弟利奥，他这一生的任务就是保护我。但这一切，在我给他洗了一次泡泡浴后就变了。他不小心呛了一点点水，妈妈就彻底爆发了。她的手指掐进我的脖子，声音因愤怒而嘶哑。我们以为对你好，你就能学会爱你弟弟。我们从来没想过你是这么不知感恩的小怪物，竟然想淹死他。我拼命摇头，但他直接把我拖到那台滚筒洗衣机前，把我塞了进去。你这么喜欢洗澡，对吧？好，你就洗个够吧。爸妈匆忙带着利奥冲出门，但慌乱中，肯定有人不小心碰到了启动按钮。水开始涌进来，我却爬不出去。和一堆脏衣服缠在一起，我强迫自己睁开眼睛，看到他们又冲了回来。我不想洗澡了。妈妈，爸爸，你们能不能别生气了？洗衣机开始发出低沉的、不祥的嗡嗡声。我用小拳头捶打着厚厚的玻璃门，发出沉闷的砰砰声。爸爸妈妈，机器启动了，放我出去。水管里的水又冷又急地流进来，我蜷缩成一团，但水位迅速上涨，已经没到了我的胸口。我呛咳着吞下了一大口水。玻璃门外，我的父母正抱着我咳嗽的弟弟来回踱步。妈妈，爸爸，我也呛到了。我试图大喊，但声音闷闷的，像是在哀求。只要他们中有一个人回头看一眼，只要看一眼，就能救我了。我用尽全身力气撞向门，但它纹丝不动。我想起有一次听他们说过，他们特意买了这个带铜锁的型号，就是以防我长大点太调皮，自己爬进去。一旦锁上，就打不开了。滚筒开始抽搐，然后慢慢转动。冰冷的金属内壁贴上我的皮肤。突然，整个世界猛地一震，然后开始旋转。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把我抛起，摔下，再抛起。我的身体重重地撞在坚硬的滚筒上，发出令人作呕的闷响。我试图尖叫求救，但一张嘴，带着肥皂味、甜腻的水就涌进了我的嘴巴和鼻子。爸爸妈妈，一阵眩晕袭来，胸口像压着千斤重担。我拼命睁大眼睛，绝望地想最后看他们一眼。我看到他们模糊的身影，匆匆忙忙地套上外套。彭妮太让我失望了，妈妈的声音穿透了机器的轰鸣。她敢当着我们的面这样对她弟弟，谁知道背地里会做什么？这次必须让他得到真正的教训。现在怎么办，亲爱的？爸爸听起来惊慌失措，利奥一直咳，脸都咳红了。医院，我们现在就去医院。机器的第一次漂洗暂停了，令人窒息的水慢慢排走，但我的解脱是短暂的，新的水流又开始注入。我吓坏了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敲打玻璃。爸爸妈妈，救救我！彭妮撑不住了。正在穿鞋的妈妈停了下来，她朝我走过来了。妈妈，救我！我呜咽着，胸口燃起一丝希望的火苗。我就知道，她只是想吓唬我。我再也不会伤害利奥了，再也不会了，哪怕是意外。她伸出手，但不是去拉门把手。她站在几步开外，脸上写满了失望，用手指着我。你还是不觉得自己错了，是吧？想砸机器给我看你生气了？彭妮，你弟弟才2岁，他学会的第一个词是姐姐，你就是这么对他的。你就在里面好好反省吧。我们就是把你宠坏了，才让你变得这么任性妄为。我哭着摇头，感觉水又漫上了我的后背。我的头因为刚才的旋转还在发晕。我虚弱地拍打玻璃，想引起他的注意，但这只是让他更生气。他踢了洗衣机一脚，金属外壳因撞击而震动。你还敢顶嘴？不，妈妈，水会灌满的，我会死的。我开始祈祷水快点涨上来，这样他就能看到危险，放我出去了。一声轻柔的提示音响起，我绷紧身体，用手脚抵住内壁。坚持住，只要他一开门，我就安全了。
但接着滚筒又开始转动，爸爸抱着利奥走了过来。亲爱的，别浪费时间跟彭妮生气了，我们得赶紧去医院。不，我惊恐地看着妈妈转身离开，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。下一秒，洗衣机再次轰鸣着启动，天旋地转，我被抛来甩去，像暴风雨中被丢弃的破布。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，我漂浮在半空中。我以为自己得救了。我的第一反应是去找爸爸妈妈，但我不想再惹他们生气，所以就悄悄回到自己的房间，蜷缩在芭比娃娃中间，睡着了。不知道睡了多久，我被开门声吵醒。爸爸妈妈抱着利奥回来了。爸爸另一只手里拿着一个巨大的，可以坐进去开的电动玩具车。谢天谢地，利奥没事。爸爸松了口气说，不然彭妮麻烦就大了。我们的小儿子受委屈了。妈妈故意提高音量，朝洗衣房那边瞥了一眼。这个玩具车是补偿他的，以后就这样，谁受伤了谁就有礼物，谁欺负人谁就关禁闭。他们交换了一个眼神，然后侧着头，仔细听洗衣机那边的动静。沉默持续了很久，两人都皱起眉头，露出讥讽的表情。看吧，还在耍脾气，妈妈嗤之以鼻，他想待在里面就待着吧，反正机器又没转，死不了。我在他们面前飘来飘去。妈妈，爸爸，我已经出来了，你们看不见我吗？彭妮没有耍脾气，请不要那样说我。我不断尝试跟他们说话，但他们好像根本看不见我，他们的目光直接穿透了我。我试着触摸他们，但我的手直接穿过了他们的身体。直到那时，我才意识到那个可怕的事实。我想，我死在洗衣机里了。我飘过去，透过玻璃门往里看，一个小小的身影蜷缩在里面，扭曲成一个怪异而不自然的姿势。那是我吗？我转过身，看到父母正对着利奥轻声细语。算了，这就是对我的惩罚。至少这样，我不用再给利奥洗脏尿布了。自从他出生后，他们就没什么时间陪我了。现在，也许我可以一直和他们在一起了。我咽下喉咙里沉重的哽咽，挤出一个笑容。晚饭，爸爸做了我最爱吃的烤肋排。喂完利奥，他们坐在餐桌旁，脸色阴沉，又朝洗衣房看了一眼。爸爸先开口：“彭妮，出来吃饭。”3，回应他的只有利奥咿咿呀呀的声音。妈妈把碗重重摔在桌上，耐心耗尽。好，不吃是吧？谁把你惯成这样的？自己做错事还敢耍脾气？现在不吃，以后都别吃了。我真是生了个讨债鬼，他低声抱怨，都说2个孩子没法一碗水端平。我们以为加倍对你好，你就能对弟弟好，结果倒好，把你惯得目中无人，忘恩负义。别管他了，爸爸说里面又不舒服。他那么娇气，待不了多久，估计早就偷偷跑回房间了。我飘在旁边听着，眼睛后面一阵刺痛。妈妈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帮你给利奥洗澡。他们无视了我，他们吃掉了大部分肋排，妈妈把剩下的拿去喂了外面的流浪狗。喂狗都比喂它强，她愤愤地说。我不敢再跟着他们了。我蜷缩在自己的房间里，像一个孤独的幽灵。爸爸妈妈陪着利奥玩耍，笑声不断。他们给他读图画书，妈妈的声音那么温柔，那种温柔，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从我这里听到过了。我听着听着睡着了，又被妈妈的喊声惊醒。彭妮，你弟弟又找你了，快出来陪他玩。我盯着紧闭的卧室门。但是妈妈，我死了。就算我想，也帮不了你了。只要你们打开洗衣机的门，哪怕1秒钟，就能看到我不见了。彭妮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我对你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。客厅里沉默了片刻后，我的卧室门被猛地推开。妈妈冲了进来，爸爸紧跟在后。看到空荡荡的房间，他们愣住了。爸爸四处张望，甚至查看了床底。彭妮呢？我以为他们会担心，我以为他们终于会跑去洗衣机那里，但妈妈的脸色只是更冷了。人不大，
心眼倒不少。还能去哪儿？肯定是趁我们不在，偷偷溜出去，跑到外婆家告状去了。谁把她惯成这样的？想跟我玩是吧？好，我陪你玩。妈妈转身冲向我的芭比娃娃收藏，她抓起一把剪刀，开始剪掉娃娃的头发，然后是脑袋。她掰断娃娃的胳膊和腿，把支离破碎的零件扔在地上，用鞋跟狠狠踩踏。我哭着试图推开她，但无济于事。妈妈，我不是在耍脾气，我想和你们在一起，但是我做不到。我永远被困在那台机器里了。爸爸叹了口气，算了，现在没时间管这个。他要是真在你妈那儿，我们反倒清静。我去给利奥洗衣服。洗衣服？我跟上他。他拿起一小摞衣服，走向洗衣机。我不存在的心脏开始狂跳。我既害怕他们看到里面可怕的景象，又绝望的希望他们能找到我。只要爸爸看到我，妈妈就不得不相信我不是在闹别扭了。我知道这没用，但还是伸出我小小的幽灵般的手，想捂住他的眼睛。但在他弯腰开门之前，妈妈叫住了他：“宝宝的衣服不能机洗，得手洗。”我沮丧地放下手，回头看了一眼洗衣机。在密封、温暖的环境里，我的身体，我想已经开始肿胀了。一股淡淡的、难闻的气味正开始渗出来。我已经失踪整整2天了。直到第2天晚上，爸爸才催促妈妈给我外婆打个电话。你给你妈打个电话，问问彭妮在她那儿乖不乖，确认一下她没事。妈妈不情愿地拿起电话，一边拨号一边抱怨：那么大个人了，能有什么事？说实话，有时候我看到她就来气。我宁愿没这个女儿，也不想她要这么不懂事。她要是死了，倒干净了。我低下头，抠着自己的手指，难过的说不出话。但是妈妈，你的愿望成真了。电话接通，妈妈直接问道：妈，彭妮在你家吗？没给你添麻烦吧？电话那头，外婆的声音很大，你说什么？4。我以为她是震惊的反问，但她接下来的话让我的希望破灭了。我听不清。你大点声。我眼中的光再次暗淡下去。妈妈刚要说话，利奥哭了起来。那句到了嘴边的回答永远的消失了。哦，没事没事，我得去看看孩子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的父母再也没提起我。爸爸每天按部就班上班，但利奥突然开始拒绝喝奶、吐奶。妈妈心急如焚，带他跑了好几家医院，都查不出原因。后来，他从一个叫珍娜阿姨的朋友那里听说了一位很有名的老中医。他给珍娜阿姨打电话，声音假惺惺的甜腻。哎呀，珍娜，你好呀！你儿子凯尔好久没来跟我家彭妮玩了。过2天我让彭妮去你家陪陪他。我脊背发凉。我以前和珍娜阿姨的儿子玩过，他是个小霸王。有一次他用椅子砸我的头，还有一次他逼我看着他把一只刚出生的小猫掐死。我为此做了1个月的噩梦。我父母严禁我再和凯尔玩。妈妈说他是个祸害，曾经把别的孩子的眼睛都扣伤过。珍娜阿姨在电话里冷笑，我记得彭妮不喜欢跟我儿子玩啊。妈妈压低声音，几乎带着恳求，珍娜，我听说你认识一位很好的医生。我儿子最近不吃东西，你看能不能找个时间带我去看看？到时候我把彭妮放你家，让孩子们做个伴。我的心沉了下去。为了给利奥找医生，妈妈就这样轻易地把我推入火坑。我想离开这个家，但我做不到。我好像被拴在了父母身边。我开始希望、祈祷，能有一个人，任何人，发现我。然后有一天，就在爸妈准备带利奥出门的时候，我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都来了。他们都带着礼物，包装纸是粉色的，亮闪闪的。是给我的吗？我心里闪过一丝小小的兴奋，但妈妈看到他们时皱起了眉头。爸妈，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？要公平。这些礼物都是给彭妮的，那我儿子呢？他抱怨道，他小归小，但不傻。这会伤他心的。有2个孩子就不能偏心？
我的奶奶皱起眉头，从门口拿进来一个草莓蛋糕，表情不悦。你这当妈的怎么连自己女儿的生日都忘了？我们当然是来给她过生日的。一股暖流终于涌上我的心头。我的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都记得我的生日。我还是被爱着的孩子。草莓蛋糕闻起来真甜，是我的最爱。我围着蛋糕转圈，用脸颊蹭着奶奶的手臂。奶奶环顾公寓，彭妮呢？我的父母僵住了，脸上闪过一丝尴尬，然后转向我的外婆。是啊，妈，我们正要去您那儿接她呢。爸爸赶紧说。既然你们来给她过生日，怎么没把她一起带来？妈妈补充道。我的外公外婆眉头紧锁，你们什么时候送她来过我们家？你们俩是不是忙糊涂了？话音刚落，4位老人都去我的房间找我了。彭妮，奶奶的乖宝，快出来，看奶奶给你带什么生日礼物了。我的父母僵硬地站在门口，身体紧绷。我的奶奶找遍了整个公寓出来，声音因担忧而尖锐，孩子到底在哪儿？你们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？我的父母开始发抖，一种无法控制的颤抖传遍全身。他们没有说话，他们说不出话。他们睁大的眼睛里充满了逐渐清晰的恐惧，目光飘向了那台洗衣机。